他刚失恋，就在自家床上发现一个裸男。一阵尖叫过后，他们都惊恐地质问对方是谁。I live here. This is my bed. This is my bed. 眼见两人僵持不下，女人当即掏出手机选择报警，这可把男人吓得一个没站稳，直接摔在地上。却不知属于他们的缘分这才刚刚开始。女人名叫艾玛，本是个相貌平平的普通女孩，可就在跨年夜的这天，相恋3个月的男友却突然提出了分手，这让期待男友求婚的艾玛瞬间傻了眼。她一气之下泼了渣男一身，随即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殊不知此时此刻，坐在隔壁桌的格里芬也面临着同样的尴尬。他手持钻戒单膝跪地，却没曾想刚开口就遭到对方无情的拒绝，但冥冥之中似乎有着天意。艾玛苦等半天，好不容易才打到的出租车就这样被刚出来的女友给抢走了。Great. Just great. 恰好倒霉的格里芬此时也追了出来，自然就成了艾玛发泄的对象。Did you Are see? you looking for a tall redhead? Super rude. 意识到对方情绪不好，格里芬并没有与其争吵，而是真诚地替女友道歉，并询问能为艾玛做些什么来弥补。Not unless you got an engagement ring in your pocket. 虽然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此时格里芬心里却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冲动，好想告诉对方，其实自己兜里真的就有他想要的。当晚情场失意的格里芬便与兄弟们彻夜宿醉，直到第二天清晨才被抬着上了出租车。然而他的好兄弟却报错了他家地址，也许是在命运的安排下，让格里芬阴差阳错的走错了门，竟误闯到隔街的艾玛家，才促成了这段不一样的姻缘。于是等到艾玛下班回家，便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格里芬好说歹说，才让艾玛勉强相信他不是坏人，不仅挂断了电话，还贴心的递来了毛巾。然而两人刚放松下来，格里芬却突然认出来艾玛就是昨天的那个女孩，这也让对方更有理由怀疑她是不是个变态跟踪狂。可还不等两人争执出个结果，门铃却在此时突然响了。更让艾玛意想不到的是，来者竟是她的前男友。原来对方想要取走自己的衣服，艾玛果断让他改天再来，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可自大的前男友根本不听，反而硬闯进来，结果下一秒就看到了让他颜面扫地的一幕。Who the hell is this? I don't know. Who are you? I'm her boyfriend. Ex-boyfriend. 前男友不敢相信，两人分手还不到24小时，艾玛竟然就有了别的男人。Didn't break up. You broke up with me. Wait, you broke up with her right before New Year's Eve? What a dick. I know, right? Thank you. 眼见两人火药味越来越浓，艾玛果断挡在格里芬前面，阻止了前男友越界的行为，更是当着他的面捧起格里芬的脸直接吻了上去。如此美好的画面当然需要记录了，所以最近我也换了新手机，拍视频就是好。旧手机我直接叫爱回收免费上门回收了，可方便了，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那台用了几年的 iPhone 12 Pro 还卖了3000多，不愧是上市公司。要我说回收手机、平板、笔记本找爱回收准没错。这下前男友再没有留下的理由，撂下一堆狠话后就摔门而去。房间里再次就只剩下尴尬的两人。艾玛为自己刚才的唐突真诚地向格里芬道歉，尽管格里芬嘴上说着没关系，但他心里明白是时候该离开了。可就在格里芬穿好衣服准备离开之际，艾玛却向他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假扮她的男朋友出席姐姐今晚的婚礼。 And that guy who just left was supposed to be my +1, and if I show up alone, I'll have to sit next to an empty chair, surrounded by happy couples and judgy relatives, and I would rather die a slow and painful death. 然而艾玛的一番倾诉却依旧没能改变什么，尽管格里芬也很想帮忙，但他今晚确实还有件特别重要的事要做，没办法，艾玛也只能眼巴巴地目送对方离开。可就在他对接下来的婚礼一筹莫展时，格里芬却敲响了房门。艾玛本以为他改变了主意，开心不已，可却没想到对方只是忘了拿包，瞬间又变得失落了。也许是察觉到艾玛情绪的变化，格里芬在第二次离开后，很快便又再次敲响了房门。I'd have to leave by 8. 在分配好任务后，两人迅速来到卫生间洗漱打扮。期间，艾玛不仅向格里芬简单介绍了前男友的基本信息，还毫不避讳地将自己的牙刷拿给对方用，而格里芬也会绅士地为他拉好拉链。这一刻，他们就像是真正的情侣一样，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合拍，四目相对间，仿佛能看到彼此眼中的自己，如同镜子般清晰而真实。在去婚礼现场之前，他们还需先去婚纱店取回姐姐的头纱。然而好巧不巧的是，婚纱店竟在跨年夜这天提前关门了。情急之下，艾玛当即就要翻窗进去，却被身为律师的格里芬拦住。Actually, it's called breaking and entering, and you can get up to 3 months in county jail. 可艾玛顾不了那么多，与其因为毁了姐姐的婚礼而被他杀掉，他宁愿选择前者。眼见劝说无果，没办法，格里芬也只能选择加入。There's nothing you can say that's gonna talk me out of this. No, I'm saying you're not tall enough to get up there, so just move. Let me do it. 就这样，在两人的齐心协力下，格里芬好不容易才爬了进去，可没想到下一秒就触发了警报。好在格里芬最终还是有惊无险的成功拿到了头纱，而这种紧张又刺激的感觉，却是两人都前所未有的体验。就在离开之前，格里芬仍不忘为自己不小心打破掌柜，特意留下现金作为赔偿，而这也让艾玛见识到他的正直。现在只要直接赶往婚礼现场，时间就还来得及。可车子却偏偏在关键时刻犯了毛病，无论如何也打不着火。而更糟糕的是，跨年夜的街道上十分冷清，根本就打不到车。
没办法，两人只能选择徒步前往，但时间根本来不及。就在艾玛即将放弃的时候，不远的路口却突然出现一辆马车，艾玛就好像看到了救命稻草一样，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庆幸的是，马车上坐着一对善良的老人，在了解情况后，夫妻俩慷慨地邀请两人一同乘坐，更是在上车后惊讶地发现，原来今天是夫妇二人的58周年纪念日。听着老人讲述着他们浪漫的爱情史，艾玛与格里芬心中顿时满是感动，同时也让两人增进了彼此对美好爱情的憧憬与向往。很快马车便到达老人的目的地，或许是感到特别有缘，在临别之际，老人特意脱下自己的粉色外套赠予艾玛，希望能把这份好运传递给她。为了报答两位老人，格里芬特意留下自己的信用卡，为他们的晚餐买单，而这也让艾玛再次看到他的善良。与此同时，一股莫名的情愫也在心中油然而生。好在紧赶慢赶，两人终于及时赶到了婚礼现场。在简单重复下注意事项后，艾玛只能将其独自留给亲戚们招待，祈祷他别搞出什么乱子，自己则迅速跑去给姐姐送头纱。可等到他忙完后，却惊讶地发现，格里芬不但没有怯场，反而跟家人们打成了一片，不禁再一次对他刮目相看。然而就在他兴奋地向母亲介绍男友时，意外却还是发生。How dare you show up here? You are a sorry excuse for a man. 原来只有闺蜜清楚两人分手的事，不明所以的她想要为艾玛讨回公道。好在在艾玛的一番解释下，大家才相信这是一个误会。紧接着便来到了婚礼的高潮，艾玛的姐姐在父亲的陪同下，缓缓走向了舞台中央。然而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现场却突然一片漆黑。酒店经理赶忙通知众人是电路出现故障，一时半会怕是修不好了。艾玛灵机一动，提出不如点上蜡烛，可却被经理以消防规定为由而拒绝。眼见婚礼就要搞砸了，这时突然有人以建筑商的身份为由，把格里芬推出来解决问题。好在他平时没少刷抖音。How about oranges? Oranges, sir? Yeah, I mean, oranges aren't against code, right? 就这样，众人在格里芬的指挥下，将橙子一分为二，随后去掉果肉，倒入适量橄榄油，最后放入剪好的拖布条作为烛芯，再将其点燃。不一会儿，几百个自制橙子蜡烛就制作完成了。刹那间，温馨浪漫的氛围弥漫在整个宴会厅。就在新郎新娘交换完戒指深情相吻时，灯光居然又奇迹般的恢复了。任谁也没想到，这看似差点毁掉婚礼的小插曲，竟然因为有了格里芬的存在而变得让人终生难忘。然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转眼间婚礼已行进过半。在感谢格里芬的同时，艾玛心里也清楚，对方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是时候该说再见了。可让她意外的是，格里芬却认为还有时间，至少也要陪她一起拍完照再走。虽然相处的时间短暂，但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格里芬不仅被艾玛温馨的家庭氛围所深深感染，同时也被这一家人所接受。特别是在新郎新娘致完词后，特意邀请格里芬上台来讲一讲他与艾玛的故事。没办法，格里芬只能硬着头皮上。不过好在来的时候，他将那对老夫妇的爱情故事记在心里，于是便有了接下来最深情的告白。It was a chilly, gray October morning when I look down and I see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I've ever seen. From the moment we met, I felt like I was home. 格里芬将老人的故事结合两人的实际，成功赢得了所有人的祝福，同时也俘获了艾玛的芳心。就连一向含蓄的父亲都特意叮嘱他，千万别让这小子跑。实际上艾玛又何尝不知，他与格里芬的灵魂是那样的契合，对方每一个挺身而出的瞬间，都像一束光，直直地照进了他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驱散了所有的阴霾。格里芬的一举一动都如同最动人的音符，在他的心弦上奏响了一曲爱的乐章，让他不由自主地坠入了这甜蜜而深邃的爱河。明知这一舞结束后，两人可能就要各奔东西，可他们还是不由自主地向对方靠近。然而就在两个嘴唇即将触碰的那一刻， Kip? I thought he was Kip. 前男友的意外出现，显然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尽管艾玛想方设法让其离开，可当对方在看到格里芬身穿自己的礼服冒充自己时，还是无法压制怒火，与格里芬扭打起来。然而柔弱的律师哪里是跆拳道黑带的对手，不出几个回合，格里芬就被前男友打得满地找牙，而他们的举动也再一次毁了这场婚礼。God, you brought a fake date to my wedding? 无论艾玛如何解释，姐姐都不愿再原谅他，因为他毁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I'm so sorry, I didn't. 艾玛只好伤心地离开。见此情景，格里芬赶忙追上去道歉， Sorry for what? You didn't do anything. I mean, this is all my fault. 并向他坦白，自己帮忙并不是出于好心。 I don't know, when I saw you the other night in the parking lot, I felt something that I've never felt before, and I wanted to wrap my arms around you and just tell you that everything was going to be okay. 所以在得知艾玛需要帮助时，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拒绝。格里芬的一番深情告白，让艾玛的眼里瞬间重新燃起了光。然而关键时刻，前男友却再次阴魂不散的出现，打断了这份深情。眼见两人剑拔弩张，又要大打出手，艾玛果断喊停，并在两人之间最终选择了让格里芬离开。这无疑让格里芬很是受伤，他本以为真的邂逅了一见钟情，结果却还是抵不过现实的考验。而更过分的是，小人得志的前男友仍旧不依不饶，要求他归还礼服。然而格里芬在赌气之下，更是不顾艾玛的阻拦，干脆当众脱个精光，
还是好心的服务员及时送来羽绒服，才避免他冻死在寒风刺骨的大街上。格里芬在酒店门口犹豫很久，最终还是不甘心的返回，想要试着努力挽回。然而空荡荡的酒店大堂足以说明一切，命运有时就爱捉弄有情人。在格里芬离开的一瞬间，艾玛也抱着一丝幻想回到大堂，结果也没见到那个让她心动的男人。实际上她也很喜欢格里芬，只是刚才在对方打架时，无意中从口袋滑落的戒指盒，让他意识到格里芬所谓今晚重要的事，不过是要再次向女友求婚，所以他才狠下心决绝的没有挽留，只希望格里芬能收获自己的幸福。至此两人都回到了各自的原点，仿佛这一切就像是一场梦。只是当格里芬如约出现在女友面前时，对方却并没有第一时间关心他脸上的伤，反而责怪他穿得不伦不类，让他很没面子，却不知就连这套运动服都是好心的路人施舍的。紧接着女友便要求格里芬当着所有人的面再次向他求婚。原来上一次他之所以拒绝，仅仅是因为觉得不够隆重，没有足够的观众，无法满足他的虚荣。而格里芬此时此刻也终于看清楚女友的嘴脸，同时也想明白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所以当他再次单膝跪地时，提出的却不是求婚，而是分手。随后便丢下女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回到家后，格里芬一头栽到床上，虽然听起来很疯狂，但他真的爱上了一个相识不到24小时的姑娘。I love what you've done with my apartment. 再次听到那熟悉又想念的声音，格里芬仿佛瞬间满血复活。 Like 1,000 times, but you didn't answer, so I don't have a bell. 原来就在格里芬求婚的同时，前男友也向艾玛求了婚。然而当梦想真的照进现实时，艾玛却果断地拒绝了。虽然仅仅经过短短的24小时，但她与格里芬之间所建立的信任却是男友3个月都无法相比的。所以当艾玛从社交媒体上发现格里芬并没有求婚时，便不顾一切地奔向他。艾玛让他帮忙解开裙子，不明所以的格里芬只好照做，可他却没想到 That's A griffin. I have a griffin tattoo. 格里芬不敢相信，原来两人的缘分竟然冥冥中早已注定，便在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深情吻了上去。可每当两人关系即将有所进展时，却总有搅局者介入破坏。这次换成了格里芬的前女友。 Sonicare toothbrush. I actually had to pay for that. I want it back. 为了尽快送走这个不速之客，格里芬也只好照办。但他显然低估了对方的破坏力，特别是当前女友认出了艾玛。 I know you. Are you the girl from Bennigan's? Yes. You stole my Uber. So you stole my boyfriend? No. 他立刻趁着格里芬不在，向艾玛诉说着自己当众被甩、失去了爱情的痛苦。恰好艾玛对此也感同身受，于是便好心安抚她的情绪，而这也让对方找出了破绽。 I really hope you don't wake up tomorrow and realize there's never anything real between you two, and that you just ruined the entire course of all of our lives for some meaningless, romantic New Year's Eve fantasy. 这番话无疑就像颗钉子，深深刺入艾玛的心房，让她瞬间清醒过来。所以当格里芬回来时，艾玛再次选择了退缩。 What did you do? Nothing. 格里芬清楚一定是前女友说了什么，才让艾玛产生误会，于是赶忙追了上来，想要解释清楚。但艾玛的去意已决，她不能为了那所谓虚无缥缈的缘分而毁掉两人各自安稳的生活。尽管格里芬一再发誓自己是真的爱她爱到疯狂，可艾玛终究还是说服自己不去相信。 So tired of everyone saying that everything is fate. 尽管艾玛心里也极其不舍，但她还是强忍着泪水跟格里芬做了最后的道别，随后便消失在那雪花纷飞却又如同破碎梦境的夜晚。第二天，一切都恢复如初，又归于平静。只是在格里芬的内心深处，却仿佛缺失了一块，总有一种莫名的空落感如影随形。她也只能对着镜子，从嘴角勉强挤出一丝苦笑，来提醒自己一切重新开始。可当她来参加家庭聚会时，却在酒店惊讶地发现，艾玛的家人居然也在这里。就在格里芬想要过去打招呼时，一件粉色外套的出现，却吸引走她全部的注意力。就在这时，一只纤纤玉手突然从背后伸出，轻轻落在她的肩头。格里芬蓦然回首，爱人就在眼前，四目相对间，时光仿佛在这一刻凝固，所有的喧嚣都化为爱意。命运的轮盘总是在不经意间转动，而命运的丝线也曾将他们牵向不同方向，但在此刻却奇妙地将他们紧紧缠绕。